好，我是吕玉峰。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瑞普来访的市场研究部总监黄书卫，书卫哥好。大家好，书卫哥是我们房地产业界的活字典，没有，明明就是因为我们跑新闻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需要书卫哥，就是各式各样的奇形怪状，就是你不知道或是你查不到的东西丢给书卫哥。那书卫哥，你的背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对房地产这么的了解？比较特殊的是，我虽然是不动产专业背景啦，我是政大地政系毕业，然后还念了研究所，但是我对于一开始就投入不动产市场是比较排斥。为什么？你是先跑去银行去赚钱？对，也不算是这样啦。因为其实虽然我是本科系，但是我念的比较不一样，我是念公共政策，念政治经济学，所以跟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所谓的这些财经啊，或者是金融背景，其实比较不一样。对，那出社会以后，我想说，那既然还是这个本科那刚讲金融业它的起薪会比较好，也比较稳定，而且就是先去赚钱啦，而且它的学习的这个整个资源会比较完整所以我想说一开始就进金融业。那的确在金融业也得到比较好的这些教育资源，还有收入。收入其实是稳定了必须这样讲。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出来，如果后面还有一个家庭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未来要成家的这个打算的话，基本上金融业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大家可期的一个产业了啊。对，所以当初一开始就进不动产业，但是进这个银行业也完全不是做不动产是在一个比较冷门的这个部门是做放款。放款怎么会是冷门？放款是有牌的放款还是无牌的放款？当然是有牌的放款。其实因为书卫哥就是有在做放款的业务，所以呢，他对一些买房子啊、一些贷款啊、一些金融征信来讲，我们这下会聊到，就是这块是不是对年轻人来讲很重要？对。那我会说，之所以说这个在整个金融部门会比较冷门因为不动产在我们说的这个金融投资里头，它算是所谓的另类投资啦，是它不是所谓的股票、债券这些比较大的，或者是这个市场性流动性比较强的这个产品。所以在银行部门的话，不动产算是虽然它的这个部位大，但是大家觉得它不是一个主流的部门那也的确在这个不动产相关部门历练了不少公司或者是单位刚讲放款，那后来去做估价，估价做完以后做了短时间的这个信托，是甚至还跑到这个银行投资的公司去做建筑经理，那很厉害啊！那等于说就是整个历练就是非常的完整。但是时间不是很长。可是这样子，书卫哥真的是客气的，就是真的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所有的疑难杂症都要问他。那书卫哥之前也帮我们写过很多的专栏，想跟书卫哥问一下，那我们在2021年你觉得房市乱象里面，大家讲到说没有鸡犬升天，然后现在是搞到鸡犬不宁，那就是去年2021年，你觉得房市乱象有哪几点是你自己看都看不下去的？当然就是我们说到刚讲专栏里头写的比较多，当然就是预售屋市场。对预售屋从前年开始，我们就在警告说，整个市场基本上是这个现货不足。对，现在很多人喜欢说这什么人口成长啊，或者是少子化，或者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用空屋啊、余屋的这个数量来判断未来的这个走势，或者是未来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失之这个我们说有点不公平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波整个这个投资的需求，不管是资金或产业投资它跟过去的这个我们说建筑投资的轨迹都不一样了。怎么说？我们看这一次不管是从去年到前年光讲去年好了光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土地投资1/3都是在中南部，对，尤其是台中的部分甚至我们看到10大这个土地交易案里头，将近一半都是在台中，对，比方说整个这个投资的重心已经往南部来跑的，中南部来跑那过去我们讲说，在中南部可能有20-30年是所谓的产业失落，或者是这个产业落后、人口外移的这个现象。那的确在这个新的这个产业动能带进来以后，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供给量严重不足，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台南、高雄南二都。对。它这个有所谓的，我们说如果说是经济学上面的，就是说它这个已经弹性已经这个缺乏弹性了，供给缺乏弹性，所以才会出现整个价格跳升的这个现象了。对，因为我们像说一个聊到这个部分我自己写新闻有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以前都写台北不停的创高价，然后呢，其实整个去年台北几乎没有什么涨。
台北甚至还会被我们找到很多叠价的。那中部跟南部像它这样子，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它涨的时候，当地人没有抢进，但是等到当地人发现的时候，是不是又买不起了？对啊，那当地人以他们当地人来讲怎么办？当地人哦，因为我老婆其实她是高雄人哦，对，所以2年前是不是很有感？因为高雄其实我觉得过去15年是没有什么变动应该台中、高雄都一样对，搞不好有20年左右的时间哦，就是从1997、98本土金融海啸之后，对，就是呈现一个低频，是，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有很多法拍啊，甚至那时候还没有人买，还有921。对，所以那边的这个，我们说不要说这个一般的住宅市场，连商用市场都非常艰难哦。对，很多这个办公室卖出去的价格，不要说这个造价，连地价都不够。那为什么要卖呢？因为没有这样需求啊，所以那时候法拍量非常大，没有这样的需求，一直到2-3年前仍然是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台中的这个办公室是没有人要的物件。对。那但是这2年是，我看那个台中的那个土地标的是很离谱很离谱之外，我们上个月我们公司还做了一笔120亿的单哦，对，120亿的单，120亿，办公室是纯办哦，这个是10年前，不要说10年前，可能3年前所有的市场都想不到的。那业主呢？业主自己也想到说价钱可以这么漂亮吗？业主也是有一点超乎意外啊，但是因为整个市场，我们刚刚讲就是供不应求啦，整个市场我们看到资金产业南下的这个阶段来讲，刚讲新住宅的量不够，对，尤其是科学园区周边，它未来它一定会带进很多的这个人口，还有其他的这个产业需求，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住宅量不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只要有尤其是预售产品马上价格就用跳升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中部办公室也是一样的需求，对就是中部现在是厂商下去了，发现没有办公室可以用，我们一直碰到这样子的这个需求。而且我有发现，就是台中啊跟嘉义那边的大咖，他们来买台北。是对，大哥，你们办公室旁边那个统一那一栋1层半层这样子买，那个是很有实力的是，即使是到内科这边也有整栋买的，只是他没有去做登录，或者是登录以后没有人知道。对，那办公室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抢手？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中美贸易战，可以简单说台商回流。可是我认识的台商都是回来退休的，为什么这些买楼买办公室的买的这么起劲啊？的确是有一些我们说从2017年年底中国开始做这个资金管控了以后，他怕这个资金出海嘛尤其是18年之后，还有这个所谓的全球肥咖条款，大家追税，的确是很多台商回来啦但是我们必须讲，这2年的确很明显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3大鼓励投资方案也让一些部分这个产业链开始在所谓的中国加一，就是在中国之外，它还要重新布局，再找一个地方。对，那台湾的确就是它原来不管是外资或者是台商返乡的一个好的这个区域。那另外一个就是这2年，不管是科技业或者是生技业，或者是医疗业医工业其实大幅的这个经济成长，或者是它大幅的这个营收，也让它有所谓的扩厂，或者是增加它的这个产业升级的机会。对，所以我们看到的确是对过去可能是需要办公室厂办，现在需要一些有门面，然后甚至是这个可以跟国外接轨，未来外商来拜访门面比较好看的这些需求。因为讲到门面，你知道吗？现在信义区对，不管是以前我们讲的台北101，还有南山广场，一坪要4000块，4000块。以前就是做一个4000块，现在几乎4000块就是很常见的。现在基本上这2年因为我们刚刚讲也是一样台北就是过去大家好的布料拿去做豪宅，对然后后来豪宅卖不动，准备要盖办公室的时候，很多人跑去做饭店，现在发现饭店也很难做，那不要再做饭店了，饭店的变现太慢，饭店的风险太大，像西华。打掉就好啦。对，所以打掉盖一栋，你说那一坪没有到180，我不信。对，所以在这个趋势之下，旧的打掉了，对，新的生不出来，所以那个整个租金就拉上。对，而且我觉得办公室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客户来，
如果你刚才讲说我带你去哪里，你倒不如就去101南山广场，那个门面那个气势就很好看啦。对，就是烫金门牌啦。对啊，那在预售，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像我自己是内湖人，你看内湖这几年，你不要说你的一般的住宅，你一般的商办，其实像我们录音的地点在内湖这个地方，其实旧中段现在也是很夯很夯，对对对。整个市场我们刚刚讲哦，整个市场这个过去是西湖段最夯了，它有捷运站嘛，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旧中段。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旧中段，它有腹地，它有布料，对，它有空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它周边有一些，第一个它未来会有捷运站，是啊，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伟创它也圈了一块地，为了要做它的这个总部大楼。我觉得现在厉害的就是说有钱的我就直接买栋，然后呢更厉害的我就是直接都更，我直接用来自用。所以呢，整个办公室的这个区域又这个供给对又很小，然后扩展。那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预售屋的一个买房，刚才大哥有提到，还有在排队的。哎，对对对，刚讲的这个乱象，其实最严重应该是在去年12月了。对，这个去年12月，我们看到12月16号那一天，央行它本来就是固定的会办这个理监事嘛，每季的这个理监事会议，每一季的这个季底的礼拜四啦，所以那个 tempo 其实抓得很清楚啦。是。那但是我们看到从前年开始哦，这每一次他只要办理监事会议，他最后的结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这个信用管制、贷款紧缩。所以不管是业界，或者是甚至是这个政府机关，也大概知道说这样子的这个效用哦，已经是明显递减了啦。所以它这个紧缩资金的这个打防措施，所以我们看到12月8号哦，这个所谓的内政部才会有这个5大狠招啦。但是5大狠招之前，康保全，对，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就是我们说台南哦，仁德有一个案子，他这个漏夜在排队前一天晚上9点就开始排队，隔天中午才开案的这个案子，很厉害，很厉害哦。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其实仁德这边相对来讲，它的生活机能或者产业条件都还在发展中了。可是我觉得社会哥会不会是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买了？大家就是抢到那个地方去了。当然，因为它基本上它的这个开价哦，大家会觉得啊好贵了，但是其实对台北人、对外地客来讲，北部客来讲，其实非常便宜哦，20几万，不到30万哦。哇，那这样等于说你总价不用到1000，你有2房2卫浴加一个车位，都是1000万。800-900万，然后现在会产生一个焦虑的现象，或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房价一直在涨，物价一直在涨，钱一直变薄。哦，通膨，对，把钱给吃掉了。对，那过去想说啊，投资客趁这个时候可以锁定一些货源哦。第一个，它是可以垄断这些货源，然后最后来做一些换约转售。对，那现在可怕的是，就是比较畸形的是，很多自住客甚至首购客，他也开始把预售屋当成一种金融商品在投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们敢吗？他们敢？为什么？我觉得去年我现在讲一下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因为我跑房地产，然后呢，我很多的亲朋好友要买房子是买不到的。是，比如说你明明看到说那个地方要盖一个预售屋，你进去他不给你接待，他叫你去预约，然后呢，等到什么时候要开案他也不知道，所以呢，很多的代销，因为我们跑新闻嘛，我们认识代销，所以呢，这些亲朋好友就来说，哎，玉峰，你帮我问一下那个代销是谁，那可不可以去谈？那我们就去跟他我们还要去跟代销拜托，你开案的时候，你不用开案前哦，以前是可以开案前大家先讲好，现在不行了，你开案的时候可不可以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些亲朋好友，让他有这个门票？对，还不是说你一瓶以前说一瓶可以折个几趴，对，现在不行，现在只是说我拜托你，让我朋友要开案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进去，然后可以看一下楼层，可以谈一下价钱。那到底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嘞？当然，我们刚刚讲就是前面很多是自产客哦，或者是这个投资客、炒房团哦，它其实本来就跟建设公司跟这个代销，当然他们会否认啦。对，但是其实很多甚至是建设公司或代销里头的员工，基本上其实他们一定都是这样子，因为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嘛。你建商你买了一块地，然后你找营造来盖，那你当然会害怕。但是如果这一群帮你帮衬的，我就先吃下来。他们也是有风险的哦。如果真的不好，他们得要扛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可是像刚才苏卫哥，你刚才讲到说，连首购的他也敢把它当成一个金融商品，对，他们怎么敢啊？他们又不懂这个市场。
因为他们看到这刚讲这个买盘哦，或者是货源被垄断的这个现象非常严重，对，所以现在只要有释出哦，他想说，那我就先上车再说，反正我们现在先求上车，上车完再说。对，先上车，反正我们就跟着这个上升波段走嘛。对，那如果运气好，或者是这个物件还不错的话，我就等它交屋。对，那如果我看苗头不对，或者是我看到更好的物件的话，很多人是骑驴找马，我就把这个物件卖掉，丢出来，对。我就变现，或者是买另外一个换到新的物件上面去。对，那我们要讲一个比较实在的，就是你如果搞砸了怎么办呢？要赔总价的15%，那他们赔得出来吗？因为现在基本上他是说违约了，但是不是说换约，换约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啊。对，可是换约现在不是内政部要禁止换约了吗？还没进呢。也没有进啊。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抛出来了一个政策，可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立法的流程，就知道说你这个政策你要通过，你还是送交立法院。是对，那你立法院会不会过？今天有一个很好笑的新闻，对，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法制局吧，是。他在叫行政院赶快把这个版本送过来。真的假的？今天有一个新闻，他们这么赶？他说这个为了遏止这个预售屋的这个投资乱象，对，请这个行政院赶快把你这个院版的这个草案送过来，我们准备要。好，那我们就看行政院什么时候送，因为这个其实争议非常的大啦，你这个会影响到的人非常的多。那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说一个，就是很多人想要跟着台积电去买房，这个是可行的吗？以目前来看呢，的确，我们光从商用不动产的这个立场来看，或者是从我们这边的这个投资趋向来看，这样子的动能是很强哦，很强。很多外商哦，我们现在讲说为什么现在台湾缺工会缺这么严重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讲到护国神山，那可能我们要看的不只是台积电哦，因为台积电一下去设厂，或者是有这样的计划，它周边的设备厂商、材料厂商要跟着它走，对，要跟着它走。还有一些这些代理商，它全部都会下来。对，那这些下来，它可能要的物件不只是原来的这个制造业而已，不是原来的厂，它可能会有我们刚刚讲的厂办。对，办公室，甚至是它也要需要一个门面。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去年甚至连新竹的办公室都在创新高？新竹还有什么不涨啊？对，新竹买房子还要透过中人呢，你一般人还不能去买哎。对，那过去大家想说新竹那就是厂啊，就是住宅啊，就是高级住宅。办公室为什么可以卖成这样？然后我们刚刚讲这个制造业的高端需求往上面走哦，这越来越多外商进来哦，所以我们刚刚讲，不管是新竹、台中，甚至是未来台南、高雄这样子，过去从来没有发酵，或者是从来看不到的议题都会出现。那如果我不要去买这些厂办，我们穷苦人家嘛，我们就跟着台积电，然后呢，他的设备厂商、他的材料厂商的员工进来，总是要买房子住嘛。那我们去周边买他的住宅是可行的吗？当然可行啊。我这一次这个回南部，我就开玩笑，我就问这个当地的这些亲戚，我说，那大家可以开珍奶店啦，可以开这些百货公司啦，或者是小卖场啦。他说可以啊。他说你知道多热啊？冈山光一个小小的冈山哦，现在已经有3个宝雅跟宝家了。因为这是最实在的。对对对，你要去住那个地方，总是要买一些生活小物、生活小品嘛。全联也开始设它的旗舰中心了。可是这些东西难道没有风险吗？我在周边我买他的房子，然后真的这些怎么讲？这些研究员或者是这些 R&D， 他真的会常住在那里吗？当然我们要看哦，这个其实就关键了，就是第一个是要看这个未来这些厂设计下去设的是哪一个世代的，对，哪一个层级的，对，到底是不是先进的科技，或者是这个高端的，对。如果以目前来看，如果是这个台中未来要设的，还有这个高雄，基本上都是2奈米的，所以它 R&D 的人才会需求很多。对，那相对来讲，过去的这些在地的，即使是它是做封测的，像日月光这些，它可能会未来会有一些产业的转变的需求。所以你不要看到说有人
能去设厂就跟着买，你还是要看一下它是高端制程还是成熟制程还是其他封测。是，甚至我们看，其实现在是这个撒豆成兵嘛，刚才有将近70%的县市未来都有这个所谓的晶圆厂在周边，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对，我们高雄没有跟到，我们还是有其他地方。对，那但是我们刚讲哦，就是你到底是成熟制程，或者是已经落后，但是看起来就是台中跟高雄那2场啊，是比较有机会。对，那相对来讲，北部的话，我们看到仍然是这个新竹，因为它还要设第一场2组。对，可是新竹已经进不去了。新竹第一个已经真的价钱太高了，然后第二个是你还要透过中人，然后真的新竹我还有朋友就是要找到那个建商，就是跟椰子跟树林有关系，要找到那个建商也是要透过很多层层的管道、层层的关系，你真的会觉得说啊，现在买房子，你不要说是卖方市场了，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市场了，就是你要买到便宜，然后你要买到好的物件，其实真的都很难。对啊，所以我说新竹才是真正的天龙国吧。对，台北还有都更可以选哦。对，新竹是没有，你就完全是买盘，这个物件全部被掌握住的。所以新竹才是最厉害的。好，我们今天很感谢数位大哥。那我们下一集呢，在我们今天已经看完2021年的市场乱象之后呢，下一集就是要展望2022年，到底买哪里才可以真的让你住好房，然后可以有一些比较保值。好，谢谢数位哥，谢谢。